欢迎来到小航讲历史。今天我们要一起了解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一场重要战役——广州战役。让我们一起看看这段历史的起因、经过和结果。广州战役也称会广战役，是中国抗日战争中中国第4战区部队在广东省大亚湾地区与日本第21军进行的防御战役。大日本帝国攻占中华民国广东省省会广州周边。1938年10月21日，日军攻克广州，但一直没有攻击广州旁的英属香港，直至1941年12月7日偷袭美国珍珠港6小时后，才突击英属香港，引发香港保卫战。1937年11月，日军大本营制定了代号为 A 作战的计划，目标是入侵华南，攻占广州，切断中国最大外援路线，以削弱中国继续抗战意志。预定于1937年12月26日在大亚湾登陆，但12月22日所有作战准备工作一律终止。其主要原因是12月12日进攻南京的日军在芜湖地区封锁长江，击伤了英国的军舰和商船，击沉了美国的炮艇巴纳号。随之，英美政府向日本提出了强烈抗议。日本政府为避免引起英美猜疑，决定暂停对与英美有着重大利益关系的华南地区的进攻。1938年4月初，于汉谋就接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情报，指出日军现在台湾集结陆军4个师团，海军舰艇约90艘，合计兵力约8万余人，即将大举向广东侵犯。第4陆军总部和广东省政府准备必要时迁往翁源，并在翁源构筑了防空地下室备用。于汉谋遵照蒋介石的战略，制定了第7号防御作战计划，以第152师驻守海南岛，独9旅在中山县沿海，157师守潮汕海岸，以保安部队占据其他沿海岸要点阵地，构筑工事，准备作战。第4陆军主力占领广增公路主阵地，158师占石牌至新塘县，186师占增城增江两岸，153师在虎门与宝安间，151师在深圳龙岗淡水间沿海前沿阵地，154在增城西北莲塘为总预备队，独20旅在佛山为机动部队。第4陆军成立了国防工程委员会，从香港采购了大量钢铁、水泥，分拨各阵地。广东省政府发行了300万元国防公债。广东省动员委员会还发动中等学校以上的学生各回本乡半月，宣传和组织群众。但时隔不久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发来一次情报，说日军已改变战略，将4个师团调至长江地区作战。这样一来，广东军政当局就开始松懈下来。1938年5月底，日军在决定攻占武汉的时候，同时实施攻占广州较为有利，但由于海陆运输资财不足，以及进攻武汉还需要预备兵团，所以决定待攻占汉口后再实施。7月，充作广州作战用的海陆运输资财准备完毕，日本陆军遂决心同时实施广州作战，并与海军统帅部、陆海军省、外务省进行了周密协商。8月10日，日苏签订张古峰事件停战协定，解除了日本陆军北方威胁。9月7日，日本召开大本营御前会议，做出了攻占广州的正式决定，并于当日下令组建实施广州作战的第21军司令部。9月16日，日第21军司令部组编完成，第21军司令官兼台湾军司令官古庄干郎。5预定参加广州作战的各部队向港口集结，根据实战需要进行了登陆战斗训练和改编建制与装备。第5师团自8月下旬至9月下旬陆续集结于青岛，第18师团从杭州转至上海，9月下旬集结于上海北部。第104师团也于同时集结于大连。9月19日，日军大本营下达攻占广州的命令，大陆指第273号指示。参战部队有第21军代号波集团司令官古庄干郎中将，参谋长田中久一少将，副参谋长藤氏良辅大佐。第5师团师团长安藤利吉中将，参谋长樱田武大佐。第18师团师团长久纳诚一中将，参谋长小藤辉大佐。第104师团师团长三宅俊雄中将，参谋长片冈董大佐。第4飞行团团长藤田鹏少将，野战重炮兵第1旅团直辖野战重炮兵第2、3联队、野炮兵第3联队，独立重机枪3个大队，独立轻装甲车3个中队，山炮兵2个连队，迫击炮5个大队，8个野战高炮队及兵站部队。海军第5舰队司令官岩泽信一中将，旗舰妙高号，参谋长田节郎少将。海军第9、10、8战队辖1艘重巡洋舰、5艘轻巡洋舰。第2、5水雷战队辖2艘轻巡洋舰、4个驱逐队。第1、
2航空战队辖3艘航空母舰搭载飞机约110架，2个驱逐队。第14航空队辖1艘航空母舰搭载飞机8架，还辖飞机约52架，1个驱逐队，1个炮舰队。第2根据地队辖第11扫海队、第4炮舰队、港务部队等。1938年9月29日，日军21军司令部从日本门司出港，10月2日到达喷火烈岛至马公岛。为协同作战，日本陆海军缔结了关于以作战波级团长与护卫舰队指挥官间的协定。1938年10月上旬，日本第21军下辖第5、第18、第104师团分别从青岛、上海、大连出发，舰艇和木船500余艘，飞机200余架，组成总兵力7万余人的南支那派遣军，在澎湖马公要港部集结待命，准备在大亚湾登陆，攻占广州。中国第4战区第4路军广州沦陷后，1939年3月在翁源三华改为第12集团军广东分区指挥官总司令于汉谋，部队部署在大亚湾至广州、珠江东岸一线，辖151、153、156、158、186等5个师和独立20旅、独9旅等部队，担负广州和大亚湾地区的防御。151师师长莫希德、83军军长兼和联防旅驻惠州澳头、淡水、温书海旅驻深圳龙岗。153师师长张瑞贵、63军军长兼驻防深圳宝安一带。156师师长王德全、158师师长曾友仁驻防新塘、黄埔一带。186师师长李振为新成立的师，兵额不足，又未受过严格训练，该师业职余团仍留在罗浮山，所以实际只剩下3个步兵团驻防龙门、永汉、增城一带。独立第20旅旅长陈勉吾、参谋长陈克强。1938年3月在高要边城辖3个步兵团，1个特务营。最初是想建成机械化部队，装备较好，军官大多是军校出生的年轻军人，但士兵却全是新兵，一般是入伍半年左右，少的3个月，训练不足。按第4路军新的战斗部署，将旅部驻佛山石湾镇大庙，第2团驻佛山附近，并参加中山县及佛山一带的国防工事构筑。第1团驻高要县，第3团驻三水县。各团的主要任务则是继续补充及训练。独立第9旅旅长张简孙驻防中山，后调回广州。独立第2团虎门要塞司令郭思衍、梁世纪154师驻防海南岛，后调回紫金。陈崇范炮兵旅辖2个团，驻防广州市郊下毛。战车部队1个营，驻防烟塘。调出广东参加武汉会战的有64军155师、187师、66军159师、160师，调往福建漳州的有157师。广东惠阳县大亚湾澳头港海面宽广，便于舰艇展开，尤其是沿前至峡涌一带有8公里长的沙滩海岸线，登陆后有公路通往淡水、坪山、深圳、惠州等地，进军方便，适合大兵团活动，是一个理想的登陆港岸。于汉谋防御战略与兵力部署采取了前轻后重，担任惠州、坪山、淡水、澳头和大亚湾沿海的守备军，由第83军军长兼151师师长莫希德负责。151师辖2个旅和1个补充团，每个旅有2个团。补充团驻博罗城，温书海旅驻龙岗、深圳和广九线上，和联防旅守备惠州、坪山、淡水、澳头一线。该旅罗茂勋团团部和2个营驻淡水一带，1个营驻澳头亚妈庙，下辖3个连，土湾驻步兵第8连。黄于勇的河里巴驻一步兵连，荷塘头驻机炮第3连。该营在澳头万年乡民众抗日自卫武装的配合下，防守新桥、粉石澳、黄于勇、土湾、石岩仔等海防线。以这样的兵力与3万登陆日军对抗，实力相差悬殊。日军调集海、陆、空军，在华南海域进行侦察，实施炮火攻击，占领广东沿海的蒲台、单杆、南澳和三灶等岛，并在这些岛屿修建机场、建筑码头，封锁广东沿海，为在大亚湾登陆做准备。从1938年10月1日开始的，日军每天出动飞机60余架次，轰炸惠州城，延续10天之久。惠州城内大街小巷一片火海，尤其是水东街，有几间煤油店铺中弹后锁住煤油燃烧爆炸，惠州全城被炸死300多人，炸伤100多人。同时，日军对淡水也进行轰炸，在淡水河边竹林中躲避的民众，一次就被炸死20多人。1938年10月4日，国民政府统帅部向留守广东的于汉谋发去警告电报，表示有大量日军集结，应该是以广州为目标，
要求于汉谋做好应战准备，但于汉谋却不以为意，认为日军进攻广州势必会触动英国利益，因此会投鼠忌器，不仅没有要求前线越军备战，就连警戒命令都没有下达。大亚湾滩头的守备部队部分官兵离防外出广州，任由所属各机关佐离开防地前往广州、香港等地游玩。时任186师师长李振追述：10月10日，我海防部队在大亚湾海面发现有3、4艘日舰游弋，因为长期以来日军为了封锁我海上交通，有日舰出没是经常的事，不认为有登陆企图。至当日下午，敌舰增至17、8艘。83军军长兼151师师长莫希德判断敌有登陆企图，遂即以电话报告第4路军总司令部。我于11日0时到达惠州军部，与莫军长研究结果，认为日军确有登陆企图，主张变更部署，加强第一线兵力。当即向总部建议，将深圳防务交153师、大鹏湾一带留少数部队警戒，以和联防旅任平山、夏冲经霞涌之守备，温书海旅任澳头守备。师部及直属部队推进淡水，惠州防务请总部另派得力部队接替。当日黄昏前，日舰船推进淡水，惠州防务请总部另派得力部队接替。当日黄昏前，日舰船增至4、50艘，前有航空母舰1艘，判断敌人总兵力有4万人左右。莫军长将此情况报告总部，并要求按我们所提建议，迅速变更部署，加强第一线，准备迎击敌人。但总部参谋长王俊指示，敌人不会在澳头登陆，勿为敌人佯动所迷惑，部队非有命令不准移动。10月9日，第21军司令官古庄干郎率领波集团主力船团，满载着3个师团的基干人员、武器、军需品等106艘大船，共4万多人，在第5舰队的护卫下，乘2路纵队按其预定航线行进，未受任何妨碍，即于10月11日黄昏到达大亚湾口外的虎头洋海面，接着在驱逐舰释放的烟幕中进入湾内。日军的先头舰艇已于前一天进抵大亚湾附近海面，为确保顺利登陆，日军在汕头方面实行了佯攻。1938年10月12日凌晨2时45分，日军在炮火掩护下，分别在大亚湾平海、忍山、澳头、霞涌、盐前涌登陆。第104师团在大亚湾右面壁甲玻璃沙场北面海岸登陆，到忍山后则向西行，指向平山，沿途未遇抵抗。当天下午2时左右到达鹤山，遭遇抵抗后，北进占领白芒花，配合从忍山方向来的日军，入夜前进占平山。10月12日占领平海。第9旅团及川支队在盐灶背南岸登陆。第18师团主力为中路，是日军主攻部队，主登陆地点在澳头围以东5公里的马涌至虾涌区以西桂米涌7、8公里长的沙滩上，经新桥、分墩、出大进与左翼配合占领淡水城。日军登陆后，先头部队即向西猛冲，至关西从新村经大礁园、青山排过梁茂澳出大门部，直扑淡水镇。霞涌原驻有国军海军陆战队1个营，营长陈胜荣在沙公澳略作抵抗，即向盐灶背方向溃退。第18师团一部为左翼，在霞涌以西澳头围西南面约5公里的道庄湾小桂登陆，由汉奸做向导，避开澳淡公路沿线几十座钢筋混凝土碉堡工事，经大涌、西马湖，中午左右到达长山子，然后进入河树下，于当日下午6时占领淡水城。淡水附近原驻有451旅旅部和罗团团部及2个营，在敌人尚未迫近时，不做抵抗，便弃城向惠州溃逃。中国守军第64军第151师第451旅2个团驻守惠州、平山、淡水、澳头一线。罗茂勋团团部和2个营驻淡水，1个营驻澳头。仅有中冠豪营在当地布防，遭日军轰炸，死伤惨重。12日凌晨5时许，澳头驻军凌云连及万年乡抗敌后援会数十人，在新桥附近与日军先遣队交火。凌云连和后援会据故坚持到上午10时，澳头的另2个连退出前沿阵地。罗茂勋率驻淡水的1000余人在淡水南面高地狙击日军，激战1小时后向西北方向撤退。13日凌晨2时，日军侵占惠阳重镇淡水。日军登陆后分3路西进，中国第4战区副司令兼第12集团军总司令于汉谋指挥部队拒敌。10月13日，日军第18师团从淡水、澳头、忍山3路进攻惠州，末部守军中冠豪营及佛子凹炮兵指挥部均闻风撤退。10月13日攻占平山。10月13日，第104师团占忍山、基隆，到达惠州南面，尾随第18师团推进。
1938年10月13日，蒋介石电令张治中部预备兵团从湖南增援广东。第4战区司令长官部于同日宣布封锁珠江口，并限令广州市民老、幼、妇、弱及公务员家属于2日内疏散。国民党中央和于汉谋亦分别发表告全省军民书和告广东同胞书，呼吁全省同胞一致奋起抗日，保卫广东。10月14日占领横沥，并进至惠阳南郊。14日151师和联防旅及师直属队撤往博罗。10月14日10时，日军第18师团的追击队主力攻入惠州南侧地区。10月14日黄昏，上野支队步兵第55。守军士气大振，步炮协同作战，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。正在后撤的部队也转过身来，奋勇向前。守军两侧部队则迂回过来，给敌人以很大威胁。敌人逐步后撤，守军勇猛追击，又给敌人以不少杀伤。不妨老虎石山顶的3团黄直余营官兵英勇抗击数倍于己的日军，打退敌人数次进攻，毙伤日军160多名，其中还包括1名连队长。黄营也付出沉重代价，伤亡200余人。至下午3时半，战斗基本结束，独20旅官兵停止追击，撤回正果为吃晚饭，休整待命。正果之战是会广之役中官兵配合较好，
抵抗效果较好的一次战斗，守军独20旅在上级指挥失当、最初受挫的情况下，发扬积极主动的精神，奋勇杀敌。19日16时，日军增援部队到达，在飞机支援下，再次猛攻。至23时左右，日军的便衣队及部分正规军突入县城以北。其实，于汉谋已调其他部队及集团军所有装甲战车到增城增援，但未能击退来敌。独20旅陈勉吴旅长下令部队向西北沿派潭、从化退往广州方面，但由于侧翼没有布置相应掩护部队，陈旅受以占领北面永汉的日军骑兵向南的冲击，部队大部被冲散。旅指挥所与部队失去联系，重武器、伤员、辎重等多有丢失，仓皇退至从化附近，发现从化已被日军占领，只好又转向两口方向撤退。几乎与正果之战开始的同时，日军向增江西岸的186师阵地发动了进攻。敌人在强大炮火和飞机、坦克的配合下，沿交通线两侧采取快速进攻、猛追猛打、中央突破的战术，直扑守军阵地，战斗异常激烈。增城沦陷之际，于汉谋下令召集军事会议商议对策，以将日军挡在广州之外。邓龙光第64军和叶兆第66军已经奉命火速回援。粤军众将一致认为，日军距离广州城尚有200余里，即便是且战且退，也可以坚持3天时间，等到后续援军抵达再和日军决战。于汉谋的参谋长王俊在军事会议上表示，既然日军已经攻占惠阳，不如就地布置一个口袋阵，在广州伏击日军，届时各部一起发动进攻，必能击退日军。该作战计划要求第63军军长张瑞贵率部由三汉围向增城前方的福田进发，作为右翼包围攻击敌人；驻正果的独20旅南下福田，作为左翼包围攻击敌人，以总预备队之一部及462旅922团增援。王俊称这个计划为球状战术，即把敌人置于中间，你踢我踢，大家一起踢破他。实际上，包括于汉谋在内的所有与会将领都清楚，所谓口袋阵不过是纸上谈兵，前线各部均处于溃败状态，就连就地反击都无法做到，更何况是围歼日军。于汉谋调援助保安的153师中方郡旅到福田，援助东莞的陈勉无独20旅到增城东北的正果围，还有一些炮兵也被调来以增强火力。10月20日，日军第18师团发动全面攻势，中国守军防线被突破，守军向后溃退。日军迂回部队吉川支队进攻从化、花县，以图截断广州至韶关间联系。10月20日8时，日军突破186师防线，10时占领增城县城以西的中港。186师孤立无援，退向中洛潭。14时，增城县城遂告失守。于汉谋见势不妙，令第12集团军主力向佛冈、从化、新丰等地转移，留独立第6旅防守龙眼洞、罗岗，自己连夜乘车到清远去了。主政广东的吴铁城和广州市长曾阳甫也相继逃离。是日晚，第4战区在广州增城公路两侧布防，阻击日军，将主力撤至粤北的翁源、英德一线，而以一部防守广州。10月20日5时，日军强攻正果东南面的白面石阵地，独立第20旅第3团第2营营长黄之瑜率领全营官兵，利用有利地形奋勇抵抗，日军攻击受挫。7时，日机轰炸守军阵地，步兵发起猛攻。守军第4、5连连长劳忠义、张任军负伤仍不下火线，组织士兵以轻重机枪猛烈扫射敌人，连续击退日军。战至9时，日军增援兵力又到，轮番冲击下，突破黄沙坝坳第5连阵地。信预备队第6连及时反击，夺回黄沙坝坳阵地。11时，日军炮火更猛烈，电话线被炸断。守军的上下联络及弹药补给一记困难，营长黄之瑜收集500多枚手榴弹，准备集中投掷以抗击敌人。12时，日军分5路强攻白面石阵地，传达兵张得胜、黄彪也参加到投掷集束手榴弹的队伍中，给日军以较大的杀伤力。但是在滚滚硝烟中，日军仍是凶加狠，终于进入肉搏战。中国官兵奋勇与敌人肉搏近1小时，终于击退日军。但是日军接着释放燃烧弹，守军阵地的林木燃起熊熊大火，日军步兵乘机冲锋，守军依然不惧，以轻重机枪火力使日军遭受重创，至16时前仍坚守阵地，掩护了该旅主力安全转移。10月21日6时，已占领增城的日军分2路进军，一路攻进从化，另一路向广州市区进逼。8时，日军与守罗岗的独立第9旅开战，守军退到太和。15时
30分，日军的独立轻装甲车中队冲进广州市。17时30分，龙眼洞的守军被击溃，随后日军攻占沙河，并占领广州市区。日军第104师团向广州以北推进，攻占太平场。10月23日占领从化。与此同时，第5师团与海军配合，于10月23日攻占虎门要塞，10月25日攻陷三水，10月26日又陷佛山，于10月29日到达广州南郊。至此，日军控制了广州及附近要地。9时，广增之战，双方伤亡不少。日本防卫厅的《中国事变》中国作战史载，日军伤亡1923名。中国军方记载，中国官兵阵亡2954名，伤5645名，失踪2643名。10月21日，浦属澳门的驻澳葡军在日军逼近广州时候占领了横琴岛，直至1940年4月，日军驱逐葡萄牙军队。11月15日，蒋介石以第83军军长莫希德作战不利，丧失失地，予以撤职，押送重庆查办，并下手谕，这将莫希德一名枪决。后经要人周旋，处分由枪决改为判刑，再改为保释。1941年冬出狱，回武平年前老家闲居。1938年11月15日，邓龙光回任第83军军长。12月21日，第83军撤销，邓龙光转任第64军军长。国军第4战区防线北移至粤北一带。由于广州被占领，粤汉铁路被切断，在坚守武汉已失去意义，国军遂撤出武汉。但同时，日军发现战线过长，已无力再发动大型战役。广州、武汉的沦陷标志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。1938年12月7日，日军收缩，撤出惠州城，仍然占据东江下游地区的部分城镇，并常常派出队伍对乡村进行骚扰。1938年10月21日，日军攻克广州后，10月22日已进军宝安县（今深圳市西部）。11月10日，在英属香港与宝安县的边界罗湖桥与驻港英军对峙，但此后一直没有攻击广州旁的英属香港，因为日本尚未准备好和英国开战。直至1941年12月7日偷袭美国珍珠港6小时后，才突击英属香港，引发香港保卫战。尽管日军攻占了广州，但值得注意的是，他们并没有立即进攻旁边的英属香港。直到1941年12月7日，日军偷袭了美国珍珠港，引发了太平洋战争后，才突击攻占了英属香港，引发了香港保卫战。小航结语：广州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一场重要战役，虽然最终失败，但中国军民的顽强抗战精神将永远被铭记。让我们向那些为国家和民族英勇抗战的先烈致敬，珍惜和平，铭记历史。感谢大家观看本期节目，如果喜欢，请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